大家好，欢迎来到何静涵说八卦拳，不说八卦，只说拳。前面我们用了10集的时间简单的介绍了什么是单换掌，什么是双换掌我说这几个是八卦拳教学系统的一个纲目好，那接下来呢，进入到给大家的图表蛇形掌式。蛇形掌式它是怎么说的呢？取其形式以为伸缩。取什么的形式？取蛇取蛇的形式八卦拳有人形容为龙或者蛇从哪来的？就是从这个伸缩的能力来的，伸缩的表现方式来的那人体的伸缩是怎么形成的伸缩不是简单的说，哎呀，我缩起来我撑开是伸缩，不是的这个伸缩是指关节的伸缩，关节的伸缩。有关于关节的运动方式我们看现在的这个生理学的介绍我今天会引用一些这本书的人体运动人体运动解剖全书我今天会用，因为这本书第一个它大字都很清晰。第二个呢，它陈述的很简单但是还蛮详细的所以我今天会引用它它有一些关于筋的说明功能是挺好的。好，有关于关节运动在解剖学上面，他们认为关节有几个运动方式，一个是滚动比方肩膀的这个这是滚动，它是基于关节的构造来做这几个的这个运动方式的归类。第二个是滑动他举例，比方讲我们的手这个叫做这种是滑动第三个是转动，这样子叫做转动。好，滚动、滑动、转动，这个就是现在的生理学或者我们讲运动生理学，他认为关节就是做这样子的运动的，这是当然是对的当然是对的，因为不同的关节根据它不同的结构方式，它有不同的运动方式，有的范围大，有的范围小手肘的运动方式就这样子，手腕的运动方式就是这样子，手指的运动方式就是这样子。好，这是对的，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在练中国武术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个别的关节的运动方式不能达到整合身体的目的。因为你照这样子来运用你的关节的时候，每一个关节的运动它都是局部的。我的手肘的运动是手肘的局部，我的手肘如果配合手腕，我配合手腕也是局部的，只是说我们可以把各个局部练的协调性很好，可是它还是局部的那怎么办什么样子的关节运动可以达到整合身体的目的呢？它还有一种关节的运动方式，它没有提到，
这个是每一个关节都可以有的，都具备的运动方式，就是伸缩。什么叫做伸缩？什么叫做关节的伸缩啊？比方讲啊，关节其实是两个骨头衔接处，它的衔接是由韧带跟肌腱把它活动性的连接起来啊，所以所谓的关节，它是一个间隙，它是一个间隙，它是对这个组成方式这个间隙的一个称呼。关节本身不是一个器官啊，它是一个空间，我们把它看作它是一个空间啊。你用橡皮筋把两个东西连起来，你连起来的那个地方，用橡皮筋连起来的那个空间叫做关节啊。关节的，当然身上有很多种的关节，有可动的，有不可动的，有只可以微动的啊，有运动幅度很大的啊，有各种不一样的关节。那我们今天谈的当然是可动关节，包括一些微动关节啊。所以这个关节，比方讲手腕，我们除了这种活动之外，还可以做什么活动？还可以做这种活动，还可以做伸缩、伸缩、伸缩、伸缩，还可以做这样的活动。手指啊，因为这样子各位看得比较清楚，手指除了做这样的活动之外，手指还可以做什么活动？它可以做这种活动：伸缩、伸缩、伸缩，包括手肘除了做这种活动之外，它可以做伸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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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缩。所以当我们在做伸的时候，这个关节的间隙被拉大了，当然它的运动幅度不会很大啊，肩部可能稍微大一点。我们在做肩部的伸缩的时候，肩部的运动空间啊会稍微大一点啊，其他地方髋关节的伸缩的运动空间会大一点，就是大关节活动度越大的关节，它的伸缩空间就越大啊。这个是关节的另外一种活动方式。但是现在的运动，或者说现在的运动生理学研究运动的，他们不注重这个关节的运动方式，甚至不知道啊什么原因啊，这个我们后面去提。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因为这种伸缩的活动，它的运动方向都是循着骨骼的运动方向啊，都是循着骨骼的运动方向。所以当我的手指做这样运动的时候，我的每一段指节因为这样的运动而可以把它串起来，到我的手掌、手腕，到手肘，到肩，到背，到脊椎，这种伸缩的运动方式，因为它的运动方向是一样的，都是循着骨骼的运动方向运动的，它才可以把我们分段的骨骼把它连接起来，在同一个方向上面把它连接起来。所以这个叫做伸缩啊，这个叫做伸缩之能啊。我们都知道啊，人体所谓的结构，人体的架构，人体的一个姿势，最基本的形成是由
骨骼形成，是由骨骼，但是骨骼是分段的，所以要用什么东西把骨骼连起来呢？用筋用一种有弹性的结构，把这个没有弹性的骨骼把它连接起来然后呢，把肌肉覆盖在上面，因为如果没有肌肉的帮忙的话，只有筋的话，那个运动是散乱的，就是说它不受规范的，它不容易有方向性。肌肉的功能是什么？肌肉的功能是收缩，筋的功能是什么？筋的功能是放长收缩跟伸展，筋的功能是伸展，肌肉的功能是收缩。所以在这个理念上面来讲的话，肌肉是帮助筋活动的稳定，但是力量活动的本体是谁？活动的本体是筋但是在现在的解剖或者生理学来讲，它相反看因为现代的对人体的认识，它把筋跟肌肉统称为肌肉，放在同一个结构里去，所以它强调肌肉的这个缩的功能，而伸展的功能呢是帮助这个收缩，所以它的伸展功能是因为收缩而伸展，所以它的筋的伸展功能是被动的，而主动的运动本体是谁？主动的运动本体是收缩的肌肉。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的解剖图，解剖肌肉的话，你可以看成红色的部分是收缩功能的肌肉，白色的部分是伸展功能的筋的网路筋的系统。这个是根本上很大的差别我们这个中国传统常讲一个人受伤了，我们说，哎呀，只伤皮肉，未伤筋骨，只伤皮肉，未伤筋骨。我们练武的讲说，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前些时候说看《西游记》，那个孙悟空老孙说，他讲他的身体，他的身体能力有多好，我老孙就是一层皮包着一团筋他不是说我老孙满身肌肉那后来有些画这个孙悟空要显示他很强壮用现在的现代观念把他画的全身是肌肉你可以发现到传统中国人在画一个人很有力量的时候，不是画的他满身肌肉的，而西方的传统，从他们希腊时代的传统，一个有力气的人一个有能力的人，他是用强壮的肌肉、纠结的肌肉来表现的。所以在中国传统的认知里面，筋跟骨是一家，皮跟肉是一家，它是两个系统，筋跟骨是产生力量的，皮跟肉是保护它的这个东方跟西方，因为它开始的归类就不同
把筋跟骨归为一类来研究跟操作，跟把筋跟肌肉归为一类来研究来操作，它后面发展出来的研究方向或者在运动上面人体操作的操作方式方向就迥然之别。这个是我们现在练传统的中国武术必须要了解的一个基本的观念上面的差异。如果这个分类方式这个观念不改过来，一直还是用的现代的肌肉观念来练传统中国武术的话，我可以跟您保证，当然我也没什么好保证的，我就是很确定的讲，你练不懂中国武术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评断中国武术的时候呢，是用西方的这种运动生理学，西方的这种肢体的观念来评断中国武术，说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合理你要用中国传统的生理观念、肢体观念去看中国武术，你才会懂那为什么要用筋骨观念呢？中国武术它为什么要用筋骨观念呢？这要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了。中国武术是什么？中国武术是防御性的武术。中国武术是以弱敌强的，以弱敌强的。强者多数的强者是使用他的肌肉为主的，因为肌肉很容易使用，一般人的运动习惯都是使用肌肉，就是收缩的能力。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举一个东西，抱一个东西，平常在操作身体，基本上都是运用肌肉的收缩能力，这是一般人的惯性跟最习惯的使用身体的方式。所以如果大家都在用肌肉，一个先天上面就强壮的人，他的骨骼特别粗，他的身高很高，他的体重很重，他的肌肉一定比一般的身体比较瘦小的人要强。男子的肌肉通常比女子的肌肉要强，大人的肌肉比小孩子的肌肉要强，年轻人的肌肉比老年人的肌肉要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所以我如果要突破这个限制怎么办？我如果要达到我的肌肉没有他强，我这个本能性的能力没有他强，那我要用什么样的力量我可以跟他抗衡呢？后来中国武术就发展出来用筋骨力。为什么筋骨力可以去抵御肌肉力？因为肌肉力我刚才讲了，肌肉力是属于局部力，筋骨力是整合全身的每一个关节，就把全身的力量透过筋把全身整合起来，产生出一个统合性的力量。用这个力量来产生出来一个可以跟强壮的肌肉的对手抗衡的一个条件所以中国武术发展到去研究筋骨力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人类发展到比方讲30岁以后，肌肉量就慢慢递减了慢慢递减了。不管你再怎么练，你的肌肉量跟强度不会比30岁以前强可是筋不同筋不一样筋是可以保持到它的强度跟弹性的
啊，所以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如果就把筋练好了，啊，它可以维持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在中国的这个筋骨观念里面，筋为主，筋来驱动骨，啊，然后肌肉的收缩力是作为筋的刹车使用，作为筋的刹车使用的，是辅助筋的活动。跟保持筋的骨头的活动的稳定度，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中国武术一个根本性的差别，也是我们练传统中国武术你一定要去研究跟探讨的课题。好，那么接下来什么是筋？什么是筋？筋是怎么回事？我们下一回再做分解，谢谢。